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那個在角落開茶話會的李沁，才是 Vogue 合影裡最有數的女人。在名利場的爭搶中，李沁的淡然並非偶然戲曲功底打底，她用《楚喬傳》《白鹿原》等角色證明，真正的 C 位不在紅毯鏡頭裡，而在觀眾記憶深處。選擇、耐心、多樣化，這位不爭的演員正用作品爭奪更持久的職業話語權。當那張被反覆轉發的 Vogue 大合影在網上發酵時，畫面裡有的人肢體糾纏，眼神搶鏡，有的人被擠成一團肉，也有人被擠到肩膀打不開。同一鏡頭中，李沁站在角落，隨性的姿態，樸素的黑裙，盤起的髮髻，讓她看起來像是不願加入那場爭搶遊戲。這一幕在短時間內成為輿論焦點，她是不在乎曝光，還是另有深意？報道指出，這種看似淡然的狀態，恰恰是多年職業選擇與路數計算的結果。到底是無心，還是有底氣？這是鏡頭之外更值得觀察的命題。現場視頻裡，鏡頭拉近可以看到不少明星在紅毯上爭位搶拍，胳膊肘動來動去，表情比台詞還緊張。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李沁與周圍幾位熟人低聲交談，步調平和。網絡評論隨即分成兩派，一派把他當人淡如菊的典型，另一派認為他在用行動表達職業邏輯。把注意力從那一刻延展到他的全程職業軌跡，會發現平靜外表下藏着多次激烈的抉擇和長期的積累。鏡頭裡的1分鐘之外，是10幾年打磨出來的判斷力。回顧過去，李沁的起點不同於一般演藝圈新秀，他從小接受傳統戲曲訓練，被歸入專業傳承體系，多年系統練功這一事實常被媒體提及。早期的學習並非興趣班式的點滴積累，而是深入到表演、身段、唱念的全面訓練。這種訓練背景在市場導向的娛樂產業中既是優勢，也意味着在進入商業劇場之前，他已有一套嚴格的藝術標準。童年17位繼續學戲與家人產生分歧的故事也被反覆提及。在年齡尚小的時候，他堅持保留學習機會，這給了他後來面對選擇時的底氣。職業上的第一個大轉折出現在被導演李少紅相中，邀請出演大型改編電視劇中的重要角色。這一機會等於把他從傳統戲曲舞台推向更廣闊的電視劇市場。家人和老師對他踏入商業影視行業表示擔憂，把戲曲傳承視作穩妥的職業路徑，而影視圈則充滿變數。李沁最終選擇走進影視領域，這一步被外界形容為砸鐵飯碗去賭未來的決定。結果是他憑那部作品獲得業界的認可，並拿下最佳新人等榮譽，開局被視為成功。事業沒有直線向上，早期的高光之後，市場注意力發生遷移，他並沒有借初期的聲勢迅速攀上更高位置，反而經歷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。期間他接拍了《璀璨人生》這樣的都市情感劇，按商業定義或許不是理想平台，但他在這些作品中持續積累角色體驗與拍攝經驗。與許多同時代藝人走流量優先的路線不同，他在這個階段更多選擇通過大量試鏡、不同類型角色的錘煉來擴大可演範圍。業內觀察認為，這種把時間壓在劇本與角色上的策略，是一種長期主義的職業策略。真正讓他形象翻轉的是演技層面的突破。2017年在《楚喬傳》中飾演的角色，讓觀眾重新評估他的可塑性。扮相與角色性格的反差，讓不少評論圈內外人士對他刮目相看。隨後的《白鹿原》中，他在角色處理上的某些細節使得他進入主流評獎視野，並獲得白玉蘭獎提名。接連的不同角色展示了他從花旦向更複雜、厚重戲路的過渡。
此後，他在《慶餘年》中扮演的角色又一次提醒觀眾，他在選角與角色處理上有自己的節奏與判斷。把他的職業路徑和那張合影聯繫起來，會得到一個清晰的邏輯鏈條。他並非不爭，爭的對象不同。紅毯的瞬間曝光能帶來流量，但劇本與角色的累積能帶來持續性的觀眾記憶。他把資源投向長期能為他提供主動選擇權的環節，這就是為什麼在鏡頭正中央與名利場的喧鬧中，他選擇後側低聲溝通，而不是擠向鏡頭。行業人指出，演藝圈裡真正有價值的 C 位不一定在紅毯上，而是在觀眾心裡。作品影響力決定角色生命週期，而非即時的鏡頭數字。公眾對他的看法曾出現分歧，有人把他的職業波動解讀為高開低走，把接拍的某些劇目當作失策；有另一部分人則把他的選擇視為務實、穩健的職業規劃。社交平台上，這場討論一度熱烈，支持者強調他從戲曲積累來的嚴謹訓練與對角色的尊重，批評者則關注到在流量時代，曝光帶來的機會迅速且轉瞬即逝。無論哪種觀點，都提醒了同行界定成功的不同標準。從行業角度看，李沁的路線並非孤立。中國演藝市場近20年裡，既有靠流量快速走紅的路徑，也有靠作品沉澱穩步前行的路線。傳統戲曲出身在影視界具備一定基礎技能、身段、台詞和舞台經驗，都為角色塑造提供了便利。對有些藝人而言，早年被視作金飯碗的傳統藝術身份，在商業轉型時是一筆心理與技能資產。對於李沁而言，那筆資產在他決定進入電視劇領域後，既帶來了技藝上的優勢，也帶來了外界對於是否放棄傳承的議論。在具體操作層面，他的策略可以分為幾個關鍵詞：選擇、耐心、多樣化。選擇是指對劇本的嚴格判斷，不把每個曝光機會都當作必須抓住。耐心體現在長期跑組，持續磨練而非投機取巧。多樣化是他在角色類型上的嘗試，從溫婉的小花到狠厲的反派，再到地面生活氣息重的角色，他把演技的可塑性擺在第一位。在審視他職業路徑時，有必要把公共視角放回到作品本身。觀眾的記憶並不是由一次紅毯曝光決定，而是由角色在劇中的表現、故事在生活裡的回響決定。像《楚喬傳》《白鹿原》《慶餘年》這樣的劇集，在各自的受眾群體裡形成了不同層次的討論與反響。他通過這些作品構建了一種可辨識的職業形象，不靠噱頭，靠角色說話。對於年輕演員或正在做職業規劃的人來說，他的案例具有借鑑意義。職業裡最難的是判斷哪些是值得投入時間與資源。短期收益的誘惑很容易令人偏離長期路線，而長期路線需要的不僅是耐力，還需要戰略上的自我限制，知道什麼時候該爭，什麼時候退後觀察。李沁在鏡頭前的淡然，可以被解讀為這種自我限制的一種外在表現。回到那張合影帶來的討論，它既是一次公眾對明星行為的放大鏡，也讓人重新審視公眾場合與私下選擇之間的關係。紅毯上誰搶到 C 位，很快就會被下一場活動取代。觀眾對演員的記憶更經常來自劇中的某句台詞、某個眼神、某個情緒的回放。把精力投入到這些更能持續影響觀眾的環節，能讓職業持久度更高。畫面之外的故事還在繼續。他的工作日程表裡有長期項目與短期角色，帶着訓練背景的人對角色的處理往往有更細膩的功夫。對於行業觀察者而言，李沁正以一種相對罕見的方式在娛樂圈裡走出一條線，用作品換取話語權，用角色換取主動選擇權。觀眾能否在未來繼續把它與具體作品聯繫在一起，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條路線的成效。最後，回
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，李沁在 Vogue 合影角落的那盤茶話會是不爭還是有遠見？鏡頭給出的答案是一種表象，職業軌跡給出的答案則更為清晰。他並非不爭，他在用時間和作品去爭取更有分量的位置。觀眾可以選擇繼續以流量和曝光來衡量當下明星，也可以用作品影響力來衡量職業的可持續性。留給讀者的一個問題是，在這個快節奏的曝光時代，個人職業發展該如何平衡短期流量與長期積累？歡迎在評論中分享你的看法，討論誰的 C 位更值得被銘記。